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清迈古城呢，一直都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地方哦，也是许多人旅游清迈的首选区域。这一集呢，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同样1600泰铢，同在清迈古城，却有截然不同的饭店体验哦。先给你们看看3个画面，你们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了。那话不多说，请看。对吧？对吧？我们先从第一家饭店 Pella Hotel 开始看。请坐。哦。You pick, write your email, and sign your name here. And this paper is the deposit. Yeah, 1,000 baht. You can pay by cash or credit card. Okay. When you check out, I will return your money. Okay. 入住说明超级详细的，而且竟然还有迎宾小礼物哎！ This paper. 他现在就给我们迎宾饮料了。该不会那2只大象是送我们的吧？一抵达饭店呢，我就被眼前的景色给惊呆了，因为太美了。饭店整体呢是走现代北欧风，空间呢非常的明亮，而且穿透感非常的强。如果你是喜欢拍完美照的人啊，我觉得Pella Hotel非常的吃香哦。我们来到我们第1天住的房间呢，第1间房间呢是Pella Hotel。一进门看到整个都是藤编的，再往这边走会有一个阳台。它这阳台啊是可以出去的，而且里面还有一个小椅子，这晚上可以在这边看星星哎，而且这边还可以看到别人家的泳池。这边就是塔佩门，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发呆椅的部分。也是很舒服哎，在这边耍耍废也是很不错哎。然后我们再往床这边看，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双人床了。有一点我觉得超级 sweet， 就是大象以外呢，它有一张卡片，然后这张卡片竟然是手写的中文呢！天哪！他说：“感谢你选择入住我们的酒店，我们希望您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享受你的假期。如果有需要任何帮助，请随时告诉我们。祝你有美好的一天。”这个真的是太 sweet 了。它2边都有提供插座，而且一边是2个哎。哦，没有，这边是1个。房间的遮光效果还蛮好的，大概可以遮到80到90% 吧，不会被阳光吵醒的那种。床的部分呢，非常的 Q 弹，大小的话就一般般，基本双人床的大小。但是有一点非常值得赞赏的是，它在床头的2边都设有插座，这对于我们手机族来说简直太方便了。另外呢，它的阳台也是大大的加分哦。虽然阳台不大，但是可以有独立的空间，享受清迈的夜空，真的太幸福了。厕所，哇哇哦！哦，它真的是完全的干湿分离咯。有没有？有门可以挡住的。然后呢，镜子也好好看哦！天哪，我家可以长成这样吗？厕所就很简单的马桶啦，然后旁边的瓷砖也是有设计过的呢。这门好可爱哦。浴室呢，整体很美，但有一点比较可惜的是，它可以使用的空间偏小。对于那种如果你盥洗用具很多，或者是
化妆品很多的人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够用哦。进门的左边啊，有一个衣柜跟冰箱，然后好可爱哦！你看它的吹风机还会特别用一个袋子装起来，还提供了你一个小提篮，可以出去买东西用的，但是它只能在这边使用，不是礼物。还有雨伞呢，因为清迈呢这段时间是很容易下雨。哇哦，这些应该是要钱的吧？都是要钱的。全身镜，女生最需要的，这个超可爱的。你要不要清理你的房间？它竟然用这种流苏挂饰。备品区的部分啊，它这个柜子真的超有质感的哎，好想带回家哦。这柜子好好看哦。这应该是胶囊咖啡机，然后热水壶，然后这边的 mini bar 都是要钱的，包含我们刚刚在冰箱里面看到的那些食物都是要钱的。那这边简单的咖啡是不用钱的，还有水、卫生纸都折成这样，要多可爱！那里面当然是没有东西的啦。最后是备品的区域，这部分我就觉得蛮可惜的。因为无论是冰箱或者是备品区，都放了太多付费的产品了，这导致我们可以放自己东西的空间呢被大幅度的减少了。这家饭店的公领域真的是太漂亮了，你看随便一个外面就这么美，在这边乘凉喝杯咖啡，超级舒服哎。总结Pella Hotel最大的优点一定就是美，然后地点好。那如果硬要挑缺点的话，应该就是空间稍微小了点。OK， 接着我们来看看第二间饭店 Taipei Gate Villa。一来就有迎宾饮料。Can I have Can I borrow all of your passport? OK， 这么好喝哎。Can you fill your name, your contact, and sign for me, please? OK。Can I explain about the key? If you want to go inside, you need this card for scan here OK。 and push the door. OK。Thank you。 And if you want to go outside, you need to put this button Okay. and pull the door. OK。 The swimming pool is go this way and turn left. OK。 Your room is on the second floor. 我对于这家饭店的第一印象就是，对，这就是清迈。整体的建筑呢，有浓浓的清迈度假感，一走进去呢，整个人就松了起来。这是我们第二间房间。 Coffee, tea, water, everything is for free, Oh. included in the room. Okay. If you need more, you can tell our staff. Oh. And inside have the refrigerator. Water inside is for free too. OK， 哎，比照片大很多哎。然后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多那种清迈大象的元素在里面。它的床头两边一样呢，都有插座。在桌面上呢也有插座，而且另外还有这种直接可以用 USB 的插座，赞赞呢！这很适合工作的人。这间遮光效果也蛮好的，现在是正中午，遮光度应该也是可以达到80%到90%，因为它的窗帘是比较深色的，所以看起来又更暗了一点。这间的床呢有稍微扎实一点点，但也不硬哦。大小的话是加大双人床，所以睡起来有再更舒服一点。那插头的话也是床头两边都有。 赞赞！进门呢，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洗手台，然后转过来的话呢，这边是浴缸。哦，这里还有一扇门呢。马桶跟淋浴空间。那它这间的淋浴呢是做浴帘，
但我也觉得没差，因为它下面呢还有一个坎，所以水应该是跑不上来的，应该还是有做到干湿分离的部分。浴室的话呢，真的必须给它赞美一下，因为它的洗手台好大好大，而且还有超大面的镜子。早上起床要和旅伴同时刷牙和化妆都是没有问题的哦。然后再往前走的话呢，这边有一个超大办公桌，噔噔噔，然后有简单的小零食。是我最爱的番茄饼干，这一款超好吃。他说如果还要的话，可以跟他说。单的咖啡跟水。然后下面呢，这里有一个冰箱。房间就是简简单单，但你有没有发现它的空地其实还蛮大的，就是空间感有大蛮多的。我们看一下外面。好的，外面就是直接看到马路，没啥。再看看这边，这边的话直接可以看到运河的部分。最后备品区呢，跟一般的饭店蛮像的，基本的茶水、咖啡都有哦。另外还有番茄饼干，我的爱。好啦，那整体空间来说呢，也算是蛮够用的哦。在饭店的3楼呢，有一个小小的阳台，大概就是这样，简单的小阳台。看出去的话，是楼下的泳池，可以在这边玩水。那如果你是住1楼的话，它是可以直接从你们家的后门跳下泳池的。水也还好，没有到太冰。然后另外一边呢，它也有躺椅，可以让你坐在这边发呆，也有一个简单的 shower。总结Taipei Gate Villa 最大的优点一定就是它宽敞的空间和整体的实用性了。那如果说硬要挑缺点的话，应该是它整个建筑的光线是稍微昏暗一点点的。OK， 看了这么多呢，我们来做最后的对决。首先是睡眠的部分。Pella Hotel 呢，它的床是比较 Q 的。那隔音的部分呢，在半夜紧闭门窗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听到很明显外头的车流声的，这点就有点小可惜了。而Taipei Gate Villa 呢，虽然床比较硬一点点，但是呢，无论是在床的大小或是隔音的部分，都略胜一筹哦。睡眠这一票我会投给Taipei Gate Villa。接着是浴室的部分，浴室的话，我觉得2间平分秋色哎。那如果硬要我选的话，我会投给Pella，因为比较美。没有啦，就是单纯的视觉享受咯。再来是备品区的部分，这一票我会投给Taipei Gate Villa，因为它有比较大的空间可以让我们自由运用。对于我这种一边工作一边旅游的人来说，有大的空间就是大大加分。最后是公设的部分 ，Pella Hotel 主打一个美，而Taipei Gate Villa 主打一个实用。2个我都好喜欢，这题我选不出来。总结2间饭店，如果你是在意睡眠或者是空间感运用的人，可以选Taipei Gate Villa。那如果你是喜欢拍完美照或是享受度假氛围的人，可以选 Pella Hotel。2间饭店都很棒，我都很喜欢。同样在古城区，同样1600泰铢，差异最大的不是饭店的风格，而是你喜欢什么呢？这集看起来是在比较2间饭店，但我其实是在选择更舒服的旅游模式。睡得舒服，旅游就会变得轻松；睡得不好，再美的风景看了还是烦躁。过去我很在意哪间饭店 CP 值高，但后来才发现，原来我在找的是，在旅程中我想成为怎样的自己。有时候需要一个干净寂静的空间找回自己，有时候需要美丽的事物去重燃对生活的热情。
清迈是个魔幻的地方，它没有五光十色的繁华景色，它用一扇窗、一点光，或是一个舒适的空间，让你慢慢找回自己。祝你也能找到一间让你身心重新开机的地方。我是 Rita，我们下集见，拜拜。